万不料一到上海，一切都起了变化。北平方面的政局动也不能动，南京的维新政府也罢住不走，只肯合并。上海的市政府市长傅小安也不肯让，因为各有日本军人撑腰，所以最初谈的条件全部成为幻想。汪精卫在检阅伪军汪精卫想住在虹口日本人区域之内，终无法展开自己的手脚，到租界也不会受欢迎。他在无所适从的情况之下，第一个行动就是让周佛海付出巨款收买了76号暗杀机构，而且大肆扩充，召集了无数神枪手，准备用手枪来扫除外界一切阻力。所以在我的记忆之中，是76号成立在先，汪组织公开成立在后。76号的用处大得很，因为上海租界内外人民都是抗日的，极少数是职业抗日分子，绝大多数的人民是非职业的抗日分子。全部报纸又都把矛头指向汪精卫，没有一张报纸对他的行动是同情的。汪精卫做事第一着重宣传，而宣传方面竟然没有一个人和他相呼应。汪精卫印了好多小册子，其中有一册叫《举一个例》，看的人很少同意他的主张。而且汪派吸收的行动人员到租界上来，往往一下子就丢了性命。于是汪派在展开行动时，就倚重76号的枪手，对于异己就是用一个杀字。有一个时期，上海天天有暗杀案，首当其冲的目标是租界。一方面发出一张83人的黑名单，一方面派人利诱这83人，其中也有胆怯的人上了钩，或是避到内地去，不上钩的人就在枪杀之列。当然还有许多被暗杀的人，不是报界中人，便是国民政府留下来的党政军人员。后来南京伪府的成立，76号的神枪手都成了伪组织的开路先锋。国旗之上多条尾巴，汪精卫签下了中日和平条约。这个和平条约的内容相当于袁世凯时代的21条，比较起来还要具体。原来所谓中日平等相待的说法全是子虚乌有，但是汪精卫竟然在这种条约上签了字。一天，黄宇斋案，黄氏是上海的生意白象人，以放高利贷为生，香港称大耳窿。最初他为了掩饰放高利贷的生涯，在门口挂了一块汇中银号招牌。后来到了敌伪时期，他又拼命与汉奸打交道，弄了一个银行牌照，成为汇中银行。为了新屋落成宴请亲友，他就推楚民义做首席。他又知道我和楚相熟，要我做陪客。我心里很不情愿，可是一下子就被拉到楚的席上，倒也不好意思就走。席间楚民义透露了2件事。一件是汪精卫到满洲国去的第一天，做了一次对全满的广播演讲，开口第一句话就是亲爱的满洲同胞们啊，接着说是过去你们是我们的同胞，现在仍是我们的同胞，将来更一定是我们的同胞。日本人听了大为震惊，可是汪精卫却侃侃而谈，令听者黯然泪下。另一件事是汪精卫参加某一集会，场子上升起了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，一面日本的旗帜。在日本的旗帜升起时，全场肃静无声，但是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升上去时，在场的人鼓掌欢呼。楚民义举出这2件事来，似乎是替汪精卫洗脱罪名和表扬汪的才干。我在旁听了，暗暗在想，
这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之上，是否有一条黄色的飘带，我也不便问。不一会儿，忽然来了一位琴师，主人黄宇斋就请大家随便唱几句，出师就高唱了一段黑头戏，再也不谈政治。汪精卫到南京之前，同日本人谈判种种条约的仪式，名称则决定用祖府还都四字，意思是国民党重新回到南京，政府的名称仍然叫国民政府。汪精卫不担任主席，安上了林森主席的名义。那时节林森在重庆，当然不会来，不过汪氏的虚位以待，意思是表示林森受到重庆的包围，不能脱身，迟一步也会来的。这已是很滑稽了。关于党的方面，重组中央政治委员会，汪当了主席，委员的人选如陈公博等确乎是国民党的旧人，但是还有许多人，如维新政府人员临时入党，即刻就做了中央党部的委员，也是很滑稽的。关于维府的国旗，仍旧用国民党时代的老旗，日本人却不答应，双方不知争执了多少时间，总是解决不了。后来不知道哪一个想出一个折中办法，就是旗帜仍用国民政府旧旗，不过在旧旗之上加上一条尾巴，是长三角形的黄带，带上附有和平反共建国6个字。这6个字的确是汪精卫想出来的。关于和平反共救国6个字，和平2字是极有意义的好字眼，但是放在了这面旗帜上，和平即变成投降，就滑天下之大稽了。这种形式的旗子，报纸上一发表，大家窃笑不止，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旗不应该另加什么东西，因此大家就称这种旗为拖尾巴的国旗。在汪精卫到南京刨户登场的日子，就有许多彪形大汉到租界上来推销这种拖尾巴的旗子，凶神恶煞般的态度，强迫民间悬旗，但是到期还是没有一家肯把它挂出来，所以有好多人没有看到过。隔了相当时期，这面旗子上拖的辫子忽然自动取消了，这是有原因的。据说是日本陆军方面提出抗议，他们认为到中国来打仗就是要打倒这面旗，上面拖不拖辫子与其无关，一定要汪彻底取消这面旗。那时节的外交部长就是楚民义，楚糊糊涂涂的答非所问，问非所答，令日本人不得要领。